地棋谱、山川走向、地脉穴位，这跟前世看地质报告有什么区别？不对，区别大了。至少地质报告不用管什么气运流转。穿越3天，上班地点从研究所变成这鬼气森森的藏书阁。只要我坚持多摸鱼、少关气、不惹事的3不原则，安稳活到退休不是梦。前身啊，前身，你也是个人才，一个从九品小官，那么拼命干嘛？强行观测国运，结果遭反噬嗝屁了。放心，你的遗志摸鱼由我来继承。什么情况？魔物是真家伙，不是书上画的。完了，摸鱼计划第1天就要宣告破产，还是以殉职这种方式。前身是关气死的，书里好像讲过镇邪的山川正气篇。东岳泰山，奇气至阳，巍巍乎如天柱；西岳华山，奇势险峻，凛凛然不可犯。怎么回事？魔物呢？李思辰，刚才是你？是文运，我好像看到书里的字飞起来了。李运，是你击退了那魔物。文运书魂，我就是瞎念的，这玩意儿真有用。完了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说好的摸鱼呢？李运，那一藏书阁之事，你再说详细些。那魔物如何出现？你又如何将其击退？先贤显灵之说，未免过于笼统。回主事，属下当时吓得魂不附体，具体细节实在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魔物扑向李书立，属下慌乱中抓起手边的地棋谱，胡乱念了几句，然后就感觉藏书阁里的书都好像在动，有金光闪过，那魔物就叫着跑了。属下以为定是司天监列代先贤英灵不昧，必有此地，才借属下之手惊走魔物。属下实在不敢贪天之功。王主事，那晚我也看到，确有金光文字浮现。李思辰虽说的谦逊，但能引动文运，本身或许就有些机缘。赵侍卫谬赞了，定是巧合，是巧合。属下修为低微，资质鲁钝，此事之后更是心有余悸，只盼能安心做些整理书卷的杂事，再不敢沾染这些神意了。罢了，李书立伤重不治，已然去了。此事上面自有计较，你受惊了，今日准你休沐半日，回去压压惊吧。谢主事体恤，属下告退。吓死爹了！穿越过来不是搞屠神灭魔那一套啊，我就想安安稳稳领份工资。国将不国啊，这气运衰败的也太快了，简直是癌症晚期。关我屁事！我一个小小的从九品司臣，俸禄才几个钱，天塌下来有女帝顶着，有那些宗门大能顶着，我操，哪门子心？俸禄照发就行，摸鱼才是王道。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，前身就是太想进步，结果把自己作死了。这皇城的浑水深得很，万万趟不得。李思辰，这几卷需要今日就整理完。哎呀，我昨夜惊魂未定，手还发抖呢，怕是整理不好，坏了卷宗。那就先放着，我找别人。卷宗躲掉一摞，今日摸鱼成功一半。不小了，睡觉。国运衰微，妖魔横行，那是国家大事，我一个小小的司臣操心不起，保住小命，按时领俸禄就是胜利。造孽啊！大半夜的不让睡觉，跑来这儿吹冷风看星星。早知道司臣还要轮值夜观星象，当初还不如想办法去管库房。李思辰，莫要懈怠，观星定轨，窥测天机，乃我司天监第一要务。尤其是近期，天象颇有些不宁。是，您老说的是。晚辈初来乍到，还需多看多学。地星飘摇，辅星离散，妖星犯主，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王朝将倾大凶之兆啊！哦，李思辰竟也懂得观星辨气，老夫观测多日，一觉星象诡异，却难以如你这般清晰，道出关窍。
啊，前辈您说什么？晚辈只是觉得今晚星星好像有点晃眼，随口胡说罢了。什么地星妖星的，晚辈一窍不通。报？怎么报？说陛下您要玩完了，大周要凉了。我一个小小从九品，人微言轻，这话说出去谁信？只怕星象没报成，先被当成妖言惑众的乱臣贼子拉出去砍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，保住小命要紧。又来，血星贯空，大凶之兆啊！兵戈浩劫，必须立刻上报！那个方向是边境铁壁关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老子偏不做那根折断的稻草。不行，这观星台是非之地，得赶紧请病假躲几天。哎，这病装的还挺累，不过总比去观星台或者卷进什么麻烦强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听为净。睡觉，天塌下来有女帝和满朝文武顶着，我一个小虾米操心国事，那不是扯淡吗？陛下，800里加急，妖族大军再度增兵10万，已陈兵铁壁关外300里。陛下，妖族势大，我大周国库空虚，此刻若与妖族硬汉，无异于以卵击石啊！放屁！妖族狼子野心，今日割一城，明日他就要你10城，此乃奇耻大辱。陛下，老臣请旨，愿亲赴铁壁关，与将士们同生共死。我大周儿郎可以战死，绝不跪生。老将军忠勇可嘉，然则打仗靠的不是一腔热血，粮草从何而来？陛下，宰相老成谋国，请陛下三思。割地纳贡，饮鸩止渴，死战不过是让更多儿郎枉送性命。这群臣工又有几人真正看清？这江山社稷早已从根子上烂了。够了！是战是和，关乎国运，岂是儿戏？容朕再思量，退朝。影卫，属下在。那司臣李运，此人如何？看似怯懦避世，实则数次死局中皆有反常之举，属下看不透。看不透，才值得一用，总好过那些心思写在脸上，却无半分真本事的庸臣。听说了吧？西市大更的老刘头，前天晚上也没了，发现的时候就跟前几个一样，成了人干。官府说是邪修作乱，这都多少天了，连个影子都没抓到，邪得很。唉，躲是躲不掉了，班还是得上，俸禄还得领，希望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都消停点。咦，这是魔器？魔族不是早被封印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皇城？精纯、古老，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，这根本不是邪修能弄出来的。喂，那个当官的，看什么看？快走快走，别妨碍公务。是，这就走。李思辰，病好了，今日卯时已过，你迟了半刻。对不住，身子刚好，腿脚还有点发软，走得慢了些。李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老主是挂心，就是刚才来的路上，听说又出了那种干尸命案，心里有点发毛，吓得。哎，是啊，邪修猖獗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闹得人心惶惶。你最近多加小心。没线索，当然没线索。那点魔气，你们根本看不见。是，多谢主事提醒，属下一定小心，一定躲在衙门里，绝不乱跑。魔气，绝对是魔气，他们不是被封印了吗？怎么跑出来的？还偏偏是皇城？难道妖族背后有魔族，内外勾结？这是要亡国的节奏啊！不行，不能慌。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，我一个小虾米凑上去就是送菜。摸鱼，必须更努力的摸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以后上班死守藏书阁，下班立刻回宿舍，2点一线，绝不趟着浑水。摸个鱼都要跟天道抢时间，我这是哪辈子积的孽？总算躲进来了，还是这儿安全，书多阳气重。外面那些魔啊妖啊，总不敢冲进这种地方吧？摸鱼才是永恒。
怎么又是我？老子招谁惹谁了？坤元厚德，承载万物；山岳有灵，镇压邪祟；江河行地，正气长存。怎么回事？这魔物竟敢白日侵入司天监！陈书立他，陈书礼已经没气了。你们看，李思辰身边还有金光未散，还有这本书。又是你，上次是巧合，这次难道又是巧合吗？李运，这次你还有何话说？还是先贤显灵吗？李运，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常规，我需要解释。书自己动的，信吗？完了，这下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想低调，想摸鱼，这下全泡汤了。这该死的魔物，老子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啊！于司天监观星台轮值期间，曾私下低语地星飘摇，妖星泛主之论。虽玄其改口，然观其神色，不似全然无知。皇城干尸案发揭晓，其路过时曾驻足，面色有异，疑似察觉常人不可见之气息残留。藏书阁魔物作祟，两度皆由其引动千年文运精退，尤其第二次魔气精纯凶厉，非比寻常。其以地旗谱诵读山川正气篇章，竟能引动一丝微薄皇朝气运共鸣。观测地气精准，可谓天赋异禀，引动文运克魔。一次或是巧合、运气，这接二连三，便是藏而不露的本事了。国运如玉，裂痕已现，朝中无人可用，边境危如累卵，国运衰微至此，便是枚棋子，也该摆上棋盘了。何况，或许是颗意想不到的果子。就从这枚看不透的小棋子试起，传旨。亏大了，亏大了，临时没捞到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这下好了，全司天监都拿我当怪物看，以后还怎么摸鱼？要不申请调去守皇陵，听说那边更清闲。李运，快整理衣冠，宫里来天使传旨了。啊，传旨？给我？主事，你没搞错吧？是不是哪个同名同姓的立了大功？司天监从九品司臣李运接旨。微臣李运在。诏曰：朕闻司臣李运恪尽职守，于藏书阁魔幻之中临危不惧，护持同僚，引动文运，彰显天地正气，振兴甚位。特赐下品灵石百科，仅卷10品，以资嘉奖。等等，这画风不对啊！难道女帝陛下觉得我是个人才，要重点培养，然后赏赐丰厚，步步高升？呸！想什么呢？肯定是安抚。对，死了人总得表示一下。令明日4时赴青天阁偏殿参与星象会商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青天阁会商，李运，你青天阁星象会商，那地方讨论的都是国家机运、军国大事，去的至少都是5品以上的灵台郎、监正，让我一个从9品的芝麻官去，这是嘉奖，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女帝陛下，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我就想摸个鱼而已啊！李司臣，领旨谢恩吧，恭喜高升了。臣李运，谢陛下隆恩。陛下，此项反复不稳，铁壁关恐难久持。老臣以为当即调3镇精兵以镇边信。封关死守，不可轻战。彰先祭天，安百姓心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这都是什么级别的大佬？最低的也得5品吧？我一个从9品混在这里，跟一只鹌鹑掉进凤凰窝有什么区别？女帝到底想干嘛？看我出丑吗？那就是昨夜退魔那小子。李爱卿，来了来了，果然躲不掉地气。我惊于个屁啊！我就看了2眼街道和藏书阁的地板。陛下，李思臣品阶微末，此处会商皆关军国大事，恐难胜任。朕问他，又未问你。微臣李运叩见陛下，陛下垂询，
臣惶恐，臣才疏学浅，见识粗陋，于天象气运之道，实乃一窍不通，不敢妄言。朕问的是地气，直言无妨，恕你无罪。回陛下，微臣以为这大地之气，或可与人体经脉类比。地脉如同经脉，有其固有循行通路，气运流转，或可类比。水文循环，水气升腾为云，降雨滋养万物，汇入江河湖海，再复升腾，周而复始。倒也浅显易懂。若某一处地脉、经脉阻塞或源头水气枯竭，则必然导致其滋养的区域身体部位出现问题，强弓硬堵，或如筑坝拦洪，水压愈大，终有溃堤之险；或如医治重症，虚不受补，猛药或许反而加速。此乃臣一点愚见，粗陋不堪，请陛下与诸位大人辅正。地脉如经脉，气运似水流，堵不如疏。李爱卿之见，倒也别致。今日会商暂且到此，尔等继续推演，务求详实。陛下圣明。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信了，还是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？这眼神太吓人了。陛下，铁壁关800里加急，妖族再增10万大军，妖王亲临阵前，攻势如潮。关外3座府寨已失，我军伤亡惨重。关内地动频发，水源枯竭，军心浮动啊！陛下，不止边关，今日境内3郡7县亦接连上报地动，大旱异常，流民滋生，恐生内乱。陛下，局势已然明朗，天灾人祸并至，此乃天意示警。妖族势大，不可力敌啊！若再执意开战，恐有亡国之祸。臣再次恳请陛下暂息刀兵，遣使议和，哪怕多许些岁贡，先稳住妖族，平息内患，方为上策。放屁！宰相，你这是要陛下签城下之盟，割地赔款，屈膝示妖，我大周儿郎的血性何在？陛下，臣愿亲率本部兵马驰援铁壁关，与妖王决一死战。议和、割地、纳贡，无一饮鸩止渴，图耗国本，助长妖艳。死战！天灾不断，地气紊乱，军心民心动摇，如何死战？看不见我，我就个小透明，大佬们顶住，千万别看我。增兵好，辅地妙，但跟我没关系。我回去就继续研究我的地理杂技。需派一得力干员，挟朕旨意，前往前线，统筹全局，专司抚平地气、稳固防线之责。司臣李运上前听旨。司臣李运虽品阶不高，然精通地气之学，屡有奇策。值此国难当头，正需此等干才为国效力。朕命你为辅地使，赐你便宜行事之权，即日启程，奔赴铁壁关，协助守将抚平地气，稳固防线，安抚军民。我只想摸鱼啊！陛下，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天大的误会？我哪点看起来像精通地气了？我就随口编了几句啊！救命啊！到了，这就是铁壁关，这煞气快凝成实质了，感觉吸口气都带着血腥味。妖王就在对面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要被发配到这鬼地方来辅地？可是京城来的临府地使，末将铁壁关守将张烈，关内简陋，离不得京城，营房已备，二人一路辛苦。张将军辛苦，守关将士们辛苦，在下李运初来乍到，诸事还要仰仗将军。李大人请。关内军务繁忙，末将就不多陪了，有何需要，可吩咐营中亲兵。李大人，张将军直性子，常年驻守，对京官可能有些误会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无妨，军情紧急，理解。辅地使便宜行事，说得轻巧。这地方煞气冲天，地气混乱的像一锅粥，我怎么辅？拿头去辅吗？张将军明显不待见，手下也没几个人可用。女帝陛下，您这可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这是上古阵法，铁壁关底下竟然藏着这种东西。这丝灵机好古老，好强大。如果能参透，甚至稍微引动这阵法的一丝力量，机遇但也是绝境。这阵法核心的东西绝对不好惹，搞不好没抚平地气，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李大人，您歇下了吗？张将军，请您速去议事厅。何事如此紧急？莫非妖族夜袭？不是夜袭，但关外刚传来紧急军情，情况有些诡异。将军说需要大人您一同参详。
李大人，这便是铁壁关，关外百里便是妖族大军营寨，日夜窥伺。关内的情况，想必你来时也看到了，地动频发，水源见枯。陛下派你来辅地气，稳固防线。张某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些玄奥道理。关内将士只认军功，只信手里的刀。李大人若有良策，还请直言，需要如何配合？只要有利于守关，张某绝不推辞。若只是……张将军言重了，将军与将士们浴血守关，才是国之栋梁。李运初来乍到，于军务地脉皆是生手，岂敢妄言良策？眼下首要是想办法熟悉关隘内外情形。陛下既委以此任，李运定当竭尽所能，先从勘察地气、了解现状入手。既如此，李大人请自便。关内除军事禁地外，皆可勘察。需要人手向导，可找王参军。张某军务繁忙，失陪了。呼，这将军气场真足，压力山大。不过也好，不盯着我，正好方便我摸鱼勘察。妖气煞气如此浓烈，难怪守军士气低迷，长期被侵蚀，关内灵气近乎枯竭，此消彼长，这平衡维持得异常艰难。军心不稳，军气涣散，光靠督战和口号怕是没用，得有点实质性的东西提振。民心惶惶，人气不聚，反过来也会影响军气，后勤、治安都是问题。这关隘选址确实精妙，占据地脉枢点，但如今地脉枯竭紊乱，节点反而成了负担，就像心脏栓塞。情况比想象的还复杂，天时、星象凶，地利、地脉乱枯，人和、军心、民心涣散，几乎全处于劣势。妖族的优势是碾压性的，目前没全面进攻，是在等什么？还是顾及关隘本身残留的某种力量？或者说是在消耗，关键或许就在那残阵上，但触动它风险极大，而且以我现在的能耐根本撬不动，得找个更稳妥的切入点，既能稍微改善现状，应付差事，又不会太过引人注目，把自己彻底卷进去。或许可以先从这里试试，用最笨的办法疏导一下淤积的地气，就算不成，也不会造成更大破坏，最多被嘲笑无能。对，无能总比送命强，就这么办。这边是精锐营，日常操练都在此处。这位就是京城来的灵府帝使吧？末将赵莽，忝为铁壁关副将。不知李大人不在营中研读经典，观测风水，来这尘土飞扬的校场有何贵干？赵将军，李大人是奉旨勘察地气，也是为了关防大事。勘察地气，王某，你我都知道，守关靠的是将士应用，刀枪见血，搞这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，能挡得住妖族的狼牙棒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就知道，边关这帮丘巴最看不起的就是文官，尤其是像我这种看起来没啥用的钦差，麻烦，真麻烦。李大人，听说您在京里就能凭几句话引动文运，惊退魔物，想必是身怀绝技，不如露两手，也让咱们这些边关粗人开开眼，长长士气。赵将军，您久经沙场，可知麾下儿郎结阵之时，煞气最为鼎盛。李运冒昧，想借此机会观测一番军阵煞气与地脉天象的交感，不知将军可否行个方便，令一队精锐演练一番最强军阵，让李运观摩记录一下。哈哈哈！李大人既然想观摩，末将岂有推辞之理？就让您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沙场煞气。儿郎们皆血战八方阵。李大人，这赵将军脾气是暴了些，但练兵却是一把好手。这军阵煞气极重，您无妨，正合我意。好家伙，这煞气果然霸道，如同烧红的烙铁，蛮横地冲击着周围本就脆弱的气场。不对，这煞气虽然狂暴，但若是引导得当，未必不能成为稳固防线的一部分。就像给堤坝加过尖锐的礁石，关键在于导而非堵。而且军心士气果然直接影响煞气的质量和凝聚力。李大人，如何？我边军儿郎的这点微末煞气，可还入得了您的法眼？比您那官气测运实在些吧？将军威武，将士们勇猛。今日得见，方知沙场煞气之烈远超想象。李运受益匪浅，受益匪浅，多谢将军成全。这个赵莽倒是帮了我个大忙，这第一手的军气数据比看10本地理志都有用。看来这边境的气运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军中煞气或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切入点。下次再去挑衅一下别的将领，多收集几种样本。大人，关墙西北角又裂了3寸，
张将军派人问话，是否地动会持续？不是天灾，地气被魔煞之力强行撕扯，如钝刀割脉。对方在试探如何撬动此地灵脉根基。来了，这次魔气更盛，有人在嫁接地脉，想将铁壁关灵脉转为魔域养料。贝甲，换几名你信得过的人，随我去西北峡谷。是。魔血混匀铁粉，以活物精魄为引，将地脉力气放大10倍。竟然是魔族！是的，是嗜血古阵，他们竟使用了殷时期的粉脉术。速回关，他们今夜就要强行嫁接地脉分支。荒谬！守关30年，我从未见过什么气运流转。将军息怒，林大人或许多虑了。看，这道魔气正在吞噬关墙生机，一处向内，西北角必塌。西北关墙塌了10丈。魔气源头在祭坛，但为何夹杂一丝佛门封印的残余？是了，魔族在利用祭坛镇压的古佛残阵，反冲地脉，好一招以正破正。魔气在流行，以血为媒，关气溯源，找到你了。可恶，魔族猖狂！3日内，祭坛地脉被魔气彻底污染，铁壁关将地陷10丈。地洞又毁了一段关墙，虽然不严重，但修补起来又耗人力物力。妖族斥候活动也越来越频繁。李大人，你来了也有些时日，这府地之事可有什么切实的办法？回将军，李运连日勘察，却有些粗浅想法。关内之地气犹如人体经脉，有节点，有流向。如今地气紊乱，如同经脉淤塞，强毒不如疏导。说具体点，怎么疏导？莫不是又要搞那些祭天倒地的虚礼？非也，无需大动干戈，只需在几处关键节点依循古法进行一些微调。比如在关墙西北角、校场东侧以及水源地附近摆放一些特定的石块，形成简易阵势，或进行小规模祭祀，旨在引导地气平顺流转，或可稍稍稳固关墙根基，安抚人心。摆几块石头，李大人，这真有用吗？王参军地气玄妙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此举并非求立竿见影之效，而是如同疏通沟渠，细微之处着手，或能逐渐改善。即便效果不显，于关防亦无损害。全当安定军心之举。需要多少人，多少物资？无需兴师动众，每处安排3、5名稳妥兵士，听我吩咐摆放10块即可。10块就地取材，要的是其承载地脉之意，而非其形。祭祀也只需3声简礼，心诚即可。准了，王参军，调一队人手，听李大人差遣。但关内一草一木接关防务，若因你之举出纰漏，军法无情。头儿，这京城来的大人搞什么名堂？摆石头能稳固关墙，上官让干啥就干啥，总比上前线强。成了，这个节点通了，应该能让这节关墙承受地动的能力强上一丝。主要是做给张将军看的，有点效果就行，不能太夸张。将军，说来也怪，这几日关内虽仍有轻微的动，但西北角那段原本裂缝有所扩大的关墙，竟真的稳固了不少。另外，有士兵反映，夜间值守时，感觉心神似乎比往日安宁些许，连做梦都少了。李运，你那些石头和祭祀，看来并非全无用处。将军谬赞，此乃古法微末之计，或许恰巧合了此地的地脉特性，加上将士们一心守关，正气所中，故有些许效果。李运不敢居功。既有效果，便继续留心。其他区域若需调整，可报王参军。要的就是这点有限度的自由行动权。这个人族小官有点意思。摆弄几下石头，念念几句听不懂的话，就能让这破关隘舒服一点。看来不完全是骗子嘛，他身上的气息总觉得有点特别。天天出来勘察，风吹日晒的，这差事真不是人干的。好在张将军最近态度好了点，这点自由还是有的，只盼别碰上妖族巡逻队。大人小心，是魔化妖兽！啊！糟了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这几只魔化妖兽实力不算太强，但悍不畏死，极为难缠。我跑还是应该试着用那点微末关气术干扰一下。喂，你们几个没事吧？这地方可不安全，怎么还有文官打扮的人乱跑？
多谢女侠出手相救，在下李运乃铁壁官府帝使，今日若非女侠仗义出手，我等危矣。不知女侠高姓大名？我叫苏燕，就是个四处游历的游侠儿，路见不平罢了。李大人，你们这铁壁关最近是不是不太平呀？我看地洞挺频繁的，刚才还有魔化妖兽溜达到这儿来。你们关内是不是有什么说法？比如风水不好，还是地底下压着什么东西不安生？来了，这女人绝对有问题，身手好的不像普通游侠，问题也问得刁钻，是探子还是？苏姑娘真是慧眼。不瞒你说，这铁壁关地气确实有些异常。据古籍记载，此地乃上古一处灵脉节点，只是年代久远，灵脉有些淤塞紊乱，故而时有地洞。至于魔物，多是趁地气不稳，从一些阴晦之地溜出来的。灵脉节点听起来好厉害，那李大人你们府地是不是有办法梳理地气呀？我前几天远远看到关里好像在摆石头阵，是不是就是你的手笔？有什么用呀？哈哈，苏姑娘好眼力，那正是在下依据古法布置的安地石阵，虽是小道，却能引导地气，使其平顺些许。好纯净的妖气，虽然它极力掩饰，但本质极为高贵精纯，绝非寻常妖族。真的呀，李大人你好厉害，那是不是多摆几个阵，地洞就能停了，关隘也能更稳固？谈何容易，地气浩瀚，非人力可轻易扭转。在下所学浅薄，能有些许微笑，已是侥幸。原来这么复杂呀！不过李大人，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本事，将来肯定能成大事。关内不太平，姑娘也要多加小心。铁壁关看来越来越热闹了。不对劲，最近这几次地洞阵源太集中，不像是纯粹的地脉自然紊乱，尤其是这个老矿洞附近残留的感觉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晦涩味儿。必须去看看。是这里，那股晦涩气息更明显了，非常淡，几乎要消散了。阵法残骸，果然是人为的。这符文充满了混乱堕落的气息，不是强攻型，作用更像是缓慢渗透，污染地脉气运，如同慢性毒药。一旦地脉被彻底污染，引发的地洞将不再是天灾，而是持续不断的人祸。关墙再坚固，也经不起从地底开始的腐烂。必须毁掉痕迹，让暗处的对手以为阵法是自然失效或意外破坏。不能声张，阵骸眼看就要失效，魔气也几乎散尽。我现在跑去说有人暗中布阵破坏，空口无凭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让暗处的对手隐藏更深，或者改用更激烈的手段。张将军他们防备的是关外妖族大军，却没想到最致命的刀子可能已经从内部开始锈蚀。布阵者在暗处，一个危险的对手在暗处，手段诡秘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既然知道了暗处有黑手，总比完全蒙在鼓里强。在摸清下一步动作之前，不能让他知道阴影里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。李大人，您今日勘察的那处矿洞可有什么发现？张将军让卑职问问。哦，王参军，那矿洞内部结构不稳，有塌陷风险。我已让人暂时封了洞口，至于地气紊乱依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原来如此，大人辛苦。李大人，真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苏姑娘，是啊，真巧，关内不大，总能碰见。李大人，看你眉头不展的，是不是关内又出什么事了？还是地洞又厉害了？唉，不瞒苏姑娘，确实有些烦心事，比地洞更麻烦。哦，什么事能让李大人你这么发愁？说出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此事有些诡异，我近日勘察地气，发现关内似乎残留着一些非同寻常的污秽气息，与寻常妖气、鬼气截然不同，充满了混乱与堕落。我怀疑可能有魔族余孽，暗中潜伏在关内。魔族，就是传说中被上古大能封印的那些可怕家伙，他们不是早就绝迹了吗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我也希望是错觉，但我林家祖上曾传下一套独特的观气术，对此类气息颇为敏感。那气息虽极其微弱隐蔽，却精纯无比，绝非普通邪修所能拥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这观气术施展起来颇为耗神，且需绝对安静，不能受丝毫打扰。如今关内人多眼杂，军务繁忙，我又是众矢之的，实在找不到合适时机和地点仔细探查。若不能尽早找出这魔宗，只怕后患无穷啊！原来是这样，李大人，你真是心系关防。不过你也别太担心，说不定是你感应错了呢。魔族哪有那么容易混进来？但愿如此吧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我还未敢向张将军禀报，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苏姑娘，你见识广博，若有什么发现，定要告知于我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李大人，你也别太劳神了，我看你都瘦了。立刻传讯回营，告知父王和军师，铁壁关内疑似有魔族活动痕迹，
那人族府地使李运身负奇特官气术，有所察觉，但受限于环境，无法深入探查。魔族现身，意图不明，恐对我族计划有变，建议加强戒备，并留意关内异常动向。是，公主殿下。那李运，他有点意思，继续盯着，但不要打扰他，看看他到底能关出什么来。消息应该已经传出去了吧？妖族那边听说有魔族在自家目标地盘里搞小动作，不可能无动于衷。就算他们不完全信，也会加强侦查和戒备。在暗处的魔，不管你藏在哪儿，妖族一旦动起来，你的行动就不可能像之前那么自如了。妖族防着魔族，魔族要提防妖族察觉，你们双方互相牵制，互相猜忌，我这边的压力自然就小了。最好你们能互相发现点什么，斗起来，那我就能安心。继续我的勘察工作了。李运，你近日勘察可有什么新的发现？关内居民反映，近几日似乎安宁了些许。回将军，地气紊乱非一日之寒，安抚调理也需循序渐进。近日只是些微调整见效，根基尚未稳固，还需持续观察，谨慎行事。关外妖族营地近日似乎也有些异动，巡逻斥候比往日频繁了许多，不知在搞什么名堂。妖族诡计多端，将军还需多加防范。都打起精神，没吃饭吗？看看你们这软绵绵的样子。怪了，最近晚上好像睡得踏实点了，不像以前有点动静就醒。是啊，地动好像也没前几天那么频繁了，错觉吗？看来微调那几处地脉疏点，稍微疏导一下淤积的煞气，还是有点效果的。虽然改变微乎其微，但就像久旱逢甘霖，一点点滋润，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军心士气这种玄乎的东西，果然受环境影响很大。李大人又来关气呀！最近关内是感觉安生了一点，是你那些石头阵起的作用吧？赵将军说笑了，区区小计，安敢居功？或许是将士们用心守关，正气昂扬，天地自有感应。李运不过是顺应自然，略作疏导而已。但愿吧，只要对守关有利，怎么都行。咦，这衰败之气中，何时混入了一股生机？虽如萤火，却扰乱了沉寂的死水。是巧合，还是有人刻意为之？手法稚嫩，效果微弱，但却精准地指向了关键之处。是谁？那个叫李运的人族小官，他竟真能窥见并影响气运流转。看来不能完全将他视为蝼蚁了，得加快些步伐了。李大人又在为关防操劳呀？苏姑娘，例行公事罢了。说起来奇怪，李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关里的空气好像没那么沉甸甸的了？以前总觉得心里堵得慌，现在好像顺畅了一点点。啊，有吗？或许是近日天气晴好吧，人心舒畅，看什么都觉得顺眼些。真的只是天气好吗？可我听说李大人你最近好像挺忙的，到处摆弄石头，还做了些小小的祭祀，是不是你的那些法子真的起作用了呀？苏姑娘莫要取笑在下了，那些不过是遵循古礼、安顿人心的小把戏，聊尽人事而已。关防稳固，靠的是张将军和将士们浴血奋战，李运岂敢贪天之功？李大人，你真谦虚。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可能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厉害那么一点点哦。涟漪已经开始扩散了，军心稍稳，地气稍顺，效果比预想的还好一点。不过动静似乎有点大了，已经引起了暗处那双眼睛的注意，还有那个苏烟，他感知也太敏锐了。那暗中之魔肯定察觉了，可能会加快动作或者改变策略。苏烟好奇心更重了，伏羲祸之所伏啊！这鱼是越来越难摸了，水已经搅动，接下来就看这池子里的鱼会怎么游了。我得更小心才行，在摸清他们下一步动作之前。仙门，这火扑不灭，还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说话？是妖法，一定是妖族搞的鬼。快，阻断火道，别让火势蔓延到其他粮仓！快呀！糟了，粮仓！这火中妖气蕴藏着魔气，这是栽赃嫁祸。暗中的那个家伙想借此重新点燃战火。将军，此火有异，并非寻常天火或妖火。废话，水泼不灭，祸乱人心，不是妖法是什么？定是关外那些畜生搞的鬼，老子跟他们拼了！将军且慢，此乃嫁祸之计。嫁祸，证据确凿，这妖气冲天，还能有假？
若真是妖族纵火，其妖气必然纯熟凝练，此火中蕴藏魔气，那层妖气不过是障眼法。魔气，李运，你莫不是看错了？魔族早已绝迹。将军，李运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此刻若中计发兵，正中了幕后黑手下怀。这火好生诡异，我游历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邪门的火焰。苏姑娘，你怎么在此？此地危险。这火中的气息似乎不单纯是妖气，此火蕴藏一股精纯魔气，外面的妖气似是有人刻意模仿，欲嫁祸妖族。模仿？为何要模仿妖气？若是魔族，直接纵火便是。若直接以魔气纵火，双方都会警惕；若伪装成妖族所为，便可挑起人妖大战，让幕后之人坐收渔利。我需以至正之气破此魔火，但修为浅薄，需要有人制造混乱，引开张将军注意力。不过李大人要欠我一个人情了。将军，不好！关墙西段发现可疑人影活动，调一队人跟我来，其他人继续救火。李运，这里你先看着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，煌煌正气，涤荡妖氛。是。将军明鉴，若非嫁祸，何须多此一举模仿妖气？请将军冷静，切莫中了敌人奸计。传令，加强戒备，详查火因，未有确凿证据前，任何人不得妄言妖族挑衅。苏嫣配合得如此默契，看来他也明白其中厉害。证据确凿，定是妖族奸细所为。将军，末将请命出关，宰了他们。李副将且慢，此火有蹊跷，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。李大人，你又要为妖族开脱吗？这妖气难道是我等看错了？非是开脱，而是不能中了他人的圈套。请给在下片刻时间，一验便知。诸位请看，火源起处并非妖气，而是魔气。那魔气如根须深植，阴冷刺骨，而诸位所感所闻的妖气却浮于表面，爆裂有余，而根基虚浮，如同无根之瓶。魔气，胡说八道！魔族早已绝迹千年，分明是你故弄玄虚。将军，这气息是不对劲，除了妖族的野性，还有股子让人心头发凉的阴冷感。没错，妖族气息顶多让人暴躁，这火场里的邪气却直往脑子里钻，像有针在扎。空口无凭，此乃清心符，虽品阶低微，但最能涤荡邪祟，明心见性。若真是妖法祸心，此符效果不显；若乃魔气作祟，扰乱心神，浮光所照，邪阴立消。诸位一看便知。清心静气，邪祟退散。是。没了，那鬼声音没了，脑子清醒多了。真是魔气啊！李运，你确定是魔气？有人模仿妖气嫁祸妖族？将军明鉴，魔气精纯阴损，擅长祸乱人心，而那层妖气徒具其形，未得其神，分明是欲盖弥彰。若我军此刻中计出关，与妖族血战，岂不正中了幕后黑手的下怀？今日多亏你冷静，魔族重现，此事关系太大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气息残留，做不得假。加强关内巡查，详查火因，找出确凿证据，敌暗我明，防不胜防。此事暂且压下，对外只说意外失火，你有发现，立刻直接报我。清心符只是权宜之计，暂时压下了众人的冲动，但魔功已现，一次不成，必有下次。魔头，不管你是谁，藏在何处，我必须在你再次出手前抓住你的尾巴，否则这铁壁关永无宁日。粮仓之火虽暂压下去，但魔宗已现，关内人心浮动。李运，你既断定是魔族嫁祸，可有追踪之法？将军，魔气虽诡秘，但既已现身，必有残留。李运恳请将军下令，封锁关内几处要害区域，大张旗鼓搜查妖族细作。搜查妖族细作？李大人，你方才还说乃是魔族嫁祸，此刻又搜妖族，岂非自相矛盾？李将军稍安勿躁，此乃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魔族潜伏者见我等大张旗鼓搜寻妖族，必以为我等已中计，戒心便会松懈。而我则可借巡查之名，暗中探查那不易察觉的魔气残留，此乃祸敌之策。即便不能立刻揪出元凶，若能找到其巢穴或联络点，已是重大突破。你有几成把握找出魔宗？魔气精纯，残留虽微，但自有其独特轨迹。李运愿尽力一试。好，就依你之言。王参军，传令下去，即日起严密巡查关内各要地，重点是搜寻可能潜伏的妖族细作，动静可以搞大些。卑职遵命。李大人，我们不是要搜妖族细作吗？
为何总来这些鸟不拉屎的地方？妖族细作狡猾，未必藏于闹市，这些僻静之处更易隐匿。你等仔细搜查，我观此地地气有异，需细细感应。搜妖族？呵，这李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他明明知道魔气的事，是想打草惊蛇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是这里，那晦涩气息的残留比任何地方都清晰，虽然极其微弱，但绝不会错。好隐蔽的所在，若非对那气运感应敏锐，绝对无法发现。临时通道，这是跨界传递信息或力量的临时通道残留，虽然已经关闭，但痕迹犹在。另一头在关外，不能动，一旦动了，对方立刻就会察觉，这是一个联络点。大致是这个方向，距离不近。看来魔族在关外也有据点，或者有接应之人。喜欢嫁祸，喜欢躲在暗处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谁更会利用这明暗之势。苏姑娘，真巧。粮仓之事后，关内戒备森严，你还有闲心在此散步？正是为此事烦心。那日虽暂时压下了众人的冲动，但隐患未除啊。李大人何出此言？不是已经证明是有人嫁祸妖族了吗？正是因为这嫁祸之举，才更令人担忧。那魔物既然能潜入关内纵火，必然还有后手。后手？我近日暗中探查，发现关内一些僻静之处也有魔气残留，尤其是一口废弃古井附近，魔气痕迹虽淡，却指向明确。这有什么关系？那魔气痕迹的流向，隐隐指向关外。我担心，这魔物的目标恐怕不只是铁壁关。这魔物既能伪装妖气嫁祸，难保不会伪装人族气息，对关外的势力不利。比如切断某些重要路线，或者制造其他事端。李大人的意思是？苏姑娘，你游历四方，见识广博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我人微言轻，又无确凿证据，难以取信于张将军详细布防关外。李大人心思缜密，所言极是。若真如你所料，这魔物确实歹毒，你这番话我记下了。但愿是我多虑了。查两件事：一、仔细探查关内西北角那口废弃古井，看是否有魔气残留；二、加派暗烧。您觉得那个人类说的真的可信吗？李运此人看似怯懦，实则敏锐，他没必要完全捏造此事。况且粮仓之火的诡异，你我都知道，去查证一番总无坏处。属下明白。若因其而急，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。队长，风向变了。果然有魔族在背后搞鬼，速将消息传回大营。公主，看来那人族小官所感无误，魔族的确在暗中活动，其心叵测。本想做官人族内乱，没想到魔族竟想连我们一并算计。极有可能，此事须禀报妖皇陛下。眼下我军对铁壁关的压迫，我需稍作调整，先弄清这魔族的底细再说。传令加强巡逻，尤其是后勤要地，再派一队高手给我撑死铁壁关周边，特别是那魔气残留之处。奇怪，关外妖族的斥候活动，这几日似乎收敛了不少。或许是他们察觉到了什么吧。毕竟这边境之地，并非只有明面上的对手。李运，你似乎话中有话。将军明鉴，属下只是觉得，既然有人想搅浑水，那我们不妨静观其变。眼下关内防务巩固，方士上策。传令下去，各营提高警惕，没有本将命令，不得擅自出击。粮仓风波暂平，但暗处的对手计划受挫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下一步会如何行动？是针对关防，还是……但愿是我想多了。小郎君
坏我好事，还想独善其身？放开心神，臣服于我，可免搜魂炼魄之苦。你到底是？孤魂凌云，小郎君，你倒是颇受人族女帝重视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风流行。浩然之意，竟能撼动本座神魂，真有意思。你这等微末修为，竟能接连挡住本座2次。完了。我很辣的默契，要下杀手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妖族敢阻我？安敢害我人族盟友？盟友，可笑！李大人，还能动吗？多谢苏姑娘。动静！陆李大人营房传来的。哼，小郎君，今日算你命大，有妖族护着你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李大人，发生何事？这位是？有刺客，黑衣蒙面人形刺李大人，被我撞见，交手后跑了。多亏苏姑娘相救，竟让刺客潜入，速传一关。李大人既已无碍，小女子告辞。大人多加小心。大人多是皮外伤，内息紊乱，需静养。有劳。还是太弱了，必须更快找出破局之法。不能退，一定要赢。李大人命真硬，挨了那魔头一击还能醒着。多谢苏姑娘昨夜救命之恩，若非姑娘及时出手，李运已成孤魂野鬼。客套话免了。我且问你，那魔女为何非要杀你？或许不止于此，她可能察觉到我身负些许官气之能，对她暗中行事有所妨碍。官气之能？昨夜你引动的那丝气息，确实克制魔功。微末伎俩，保命尚且艰难，何谈深藏？如今魔宗已现，气势汹汹，目标难测。今日可嫁祸妖族，明日便可偷袭关防，后天或许就轮到关外的朋友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这魔头行事诡秘，实力强横，单凭你我任何一方，恐怕都难以应对。啊，如何合作？情报共享，我们暗中调查魔族踪迹，若有发现，可告知于你。李运代表自己，以及在合理范围内代表铁壁关接受此意。爽快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李大人好好养伤，合作细节容后再议。
将军，昨夜之事大致如此。那神秘魔头实力深不可测，幸得游侠苏燕相助，才侥幸得脱。那苏燕区区一游侠，能有此等实力击退魔头？将军，那苏燕绝非普通游侠，其背后有妖族的身影。什么？与妖族合作？李运，你可知引狼入室之理？将军息怒，眼下局势魔强而我弱，魔族欲挑动人，暂时与妖族达成默契，共抗魔族，实为驱狼吞虎。你有几成把握妖族不会反噬？并无十足把握，但妖族亦受魔族威胁，此刻与我们利益有共通之处。罢了，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法。此事由你全权负责，但切记，与妖族往来如履薄冰，万事小心。若有差池，军法无情。末将明白。与苏烟结盟是步险棋，却是目前破局的关键。幽夜离，你实力超绝，但你的自负和目的就是你的弱点。下一步该请你入局了。苏姑娘，魔族隐匿暗处，我等被动防御，终非长久之计。李大人有何高见，直说无妨。那魔女对我颇为关注，且其目的似乎是搅乱局势，汲取某种利益。我们或可投其所好，设一个诱饵。诱饵？你是说？我故意放出消息，称已寻得稳定边境气运，乃可克制魔族的关键，将于明晚子时独自前往北面30里处的落星谷进行布置。此乃阳谋，赌的就是他对我这变数的必得之心，以及他破坏关键节点的意图。落星谷地势险要，易设伏兵，你是想让我带人提前埋伏其中？正是，届时我孤身入谷，故作姿态，若他来袭，姑娘便可率伏兵杀出，合力将其拿下，至少重创之。计划不错，但那魔女诡计多端，若她看破事迹，或另有准备。所以此为险招，但亦是打破僵局最快的方法，纵有风险，也值得一试。姑娘可愿联手？有何不敢？正好会会这藏头露尾的魔头，我即刻调派高手，明晚提前请入落星谷设伏。去，有意无意的将消息散出去，就说本官夜观星象，推演出稳定气运之法，明晚将密赴落星谷布阵，事关关防大局，不得有误。记住，要自然的泄露出去。属下明白。明日入夜后，尔等随我潜入落星谷，依计埋伏，没有我的信号，不得妄动。此次目标是擒杀那暗中作祟的魔头，都给我打起精神。遵命。饵已放出，网已张开。魔女，你会来吗？这一次谁是猎手，谁是猎物？子时已到，该来了。公主，时辰到了，那魔头会来吗？沉住气，李运既为饵，自有其把握。小郎君深夜在此布阵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稳定气运的输点，可否让本座一观？魔女，你果然来了。你的局布得太过明显，不过本座确实对你以及你今晚能引来的东西很感兴趣。魔头受死！幽夜离，今日这落星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就这点阵仗吗？果然如本座所料。你早有准备。小把戏，你们以为本座的目标只是这小郎君一人吗？本座真正的目标是你们所有人，尤其是你们汇聚于此的磅礴妖气，以及这小郎君身上那点特殊的气运，以此地为炉，炼化尔等，足可助本座魔功大进。多谢你们自投罗网，为我送来这份大礼。糟了，中计的是我们，他的目标是所有人的气运。
李大人，这魔阵在吞噬我们的力量。现在才发觉，晚了。本座这万化归元阵，便是要炼化尔等精气神，助我魔功大成。尤其是你，小郎君，你身上那点特殊气运，可是大补之物。不好，连着根本之气都要被引动了。赌不如输，既然无法抗衡这吸力，何不顺势而为？但这漩涡狂暴引向何处？大地厚德载物，将这混乱气运导入地脉。乾坤借法，气归后土，扫。小子，你做了什么？李大人，地脉被引动了，他怎么办到的？你竟能引动地脉？不可能！李大人，你侥幸赌对了而已。枯竭的灵眼被这狂暴气运冲击，反而焕发了一丝生机。小郎君，本座倒是小瞧你了，这次算你赢了一局。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李大人，此次多亏你了，若非你力挽狂澜，我等皆成魔头口粮。此恩，我和我身后的朋友们记下了。魔女虽退，但其心不死。经此一役，她必视我为眼中钉。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。李大人，苏姑娘不能再耽搁了。谷里刚才那通动静，100里外都能察觉。探子回报，已有好几股不明势力在向这边摸过来，再不走，怕是要被包了饺子。熊头领稍安，给我10息时间，方才调息。我隐约感到此地气运流转，似有规律，如同一张大网。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觉得幽夜离退得太干脆。苏姑娘，留意你手下那个叫阿吉的氏族，他气息有异，恐被魔气沾染。我也有所感，先离开再说。李运，这是我族秘宝灵犀符，对地脉气机变化尤为敏感。你身负气运之术，此物在你手中更能发挥作用。今日你救我等于危难，妖族愿与你结盟，共抗幽夜离。多谢，此物正合我用，联盟之事正合我意。幽夜离手段诡谲，多一份力量便多一分胜算。快走吧，有什么话路上说。停下，有埋伏！灵犀符示警，气机阴寒，是魔物。结阵，保护公主和李大人。熊头领，不必硬拼，这些魔物气运轨迹混乱，但源头指向同一处，破绽在此。阿吉，你心神失守了。呵呵，小郎君对气运的玩弄倒是娴熟，可惜治标不治本。你能杀尽这漫山遍野的魔物，可能疏通这天地间所有淤塞的脉络，病根不除，魔物生生不息。本座在源头等着你，可别让本座等太久了。治标不治本，源头没错，这些魔物如同病症表象，矫治不尽，只因滋生魔物的病根，那几处淤塞衰败的气运节点未被铲除。这正如人体经脉阻塞，需疏通根源，而非仅仅化解表症。古祭坛、龙脉分支、水府灵窍，此3处必是维系边境气运的关键枢机，犹如人参药穴。如今他们淤塞受损，乃至整片地域气运衰败。事不宜迟，需尽快探查。古祭坛位于我族势力边缘，由我带人去最为稳妥。李运，你速回铁壁关，争取张将军的支持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效率更高。好，就以灵犀符为线，随时联络，一切小心。那魔女必然还有后手。你也保重。李运，你莫不是在地洞中伤了脑子？气运、脉络，此等玄虚荒诞之说，岂能作为军国大事的依据？
简直是误国妄言。李运，洛星谷地洞，本将亲眼所见，确非寻常。但你所说实在过于惊世骇俗，你让本将和诸位同僚如何信你？将军，诸位若不信，可愿看李某演示一二？这化凡铁为利器，神乎其技。好，本将就信你一次，准你挑选10名精锐，即刻前往水府灵窍探查，所需物资报与王参军调配。谢将军。不好，水府灵窍有变，魔影已经动手了。将军，属下请求立刻出发。李大人，我们来晚了。不，刚好赶上收拾残局。幽夜离送了我们一份大礼，那我们便还他一份惊喜。所有人听令，封锁山谷东西2侧入口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也不许任何东西出来。派2个机灵的兄弟立刻联系苏姑娘，告知她水府情况，并问问古祭坛那边有何发现，动作要快。林帅，这坛子邪性，属下刚才试探性射了一箭，箭入水即被腐蚀。魔气已污染水脉核心，寻常刀兵无用，需破其阵眼。铁柱，你带3人守住东侧高地，王老五带弓手控西侧，其余人戒备，我亲自下水。李大人，您尚未痊愈，让属下。此阵非尔等可破，听令行事。时运魔阵，以地养魔，好阴毒的手段。不好，水潭要塌了，李大人小心上面。小七，林帅，小七他肋骨断折，内腑受创，经脉被震碎多处，寻常丹药根本救不回来。还有一法，气运可通脉续命。可行，气运通脉果然能重塑生机。啧啧，小郎君，现学现卖的本事倒是不错，可惜啊，你救得了1人，可能救得了这即将彻底崩溃的水府灵窍。铁柱，带小七和所有人退到50丈外，快！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水府灵髓总算还残留了一点本源，此物气机与北方龙脉隐隐相连。来人止步！此乃我将族祖弟，无纳外客。老赵，我等乃铁壁关守军，奉将军之命。将军，女帝来了也一样。我将族世代居此，守护龙脉，不沾外界是非。你们从哪来，回哪去？石族长，在下李运，并非要来打扰贵族清静，而是为修复此地衰败的龙脉而来。龙脉若彻底枯竭，此地方圆百里，恐成死地，贵族亦难独善其身。修复？黄口小儿，口气不小。这些年打着风水术士名号来的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个个夸夸其谈，屁用没有，反而惊扰地气，让我族这几年断出的精铁品质连降，速速离开！此乃水府灵窍孕育的灵髓，蕴含最纯净的水灵精华，五行之道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而木气能养土固脉。以此物为引，结合贵族世代相传的断气固脉之法，或可滋养龙脉，使其灵气逸散。说的倒是一套一套，你如何证明此法有效？又如何证明你不是信口开河？此地龙气散而不聚，主脉在西南7里处有断裂之象，导致地火不稳，金气失衡。若我所料不差，贵族近年来不仅锻造良品率下降，山谷内的庄稼也应是逐年减产，甚至溪水都带上了铁锈色味。可对，石族长，龙脉衰败绝非一族一地之祸。实不相瞒，魔女幽夜离已对水府灵窍下手，下一步必定是这龙脉分支。若龙脉被魔气污染，届时地火暴乱，金气成煞，贵族世代基业，恐有灭顶之灾。你待如何？族长，不好了，好多发狂的妖兽，眼睛通红，正朝着龙脉裂口的方向冲过来。敲钟，所有男丁随我去裂口。等等，不对，兽潮主力并未直冲裂口，他们分成了3股，2股小的在正面佯攻，最大的一股绕到了北侧断崖，正沿着废弃的旧矿道往里钻。他们真正的目标是龙脉地气最浓郁的核心位置。旧矿道早已废弃多年，岔路无数，你如何得知？气运流转，万物有纪，兽潮搅动地气，在灵犀府感知中如同黑夜明灯。铁柱，带你的人带上火油和弩箭，
立刻去北侧断崖矿道口设伏。石组长，请你立刻派人用最重的镇龙石封堵矿道第7、第11两个岔口，将受潮主力困死在中间那段。听李大人的，快！李大人神机妙算，老夫服了。开组词，请镇龙钉。龙气虽暂得稳固，但地脉深处仍有一祭坛微缕极其隐晦阴寒的黑气盘踞，如复古之居。李运，他们以血祭秘法唤醒古战场的怨灵，欲以此污秽祭坛，彻底切断此地气运枢纽。怨灵将成，一旦与祭坛结合，此地将成永久死域。铁柱，带你的人配合苏姑娘，肃清外围魔族。弟兄们，随我上！水府灵窍，听我号令！龙脉分支与我加持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以此山合力，荡涤妖邪灵，祭坛复位。李运，你一而再，再而三坏本座大事，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处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水府、龙脉、祭坛，三者从来都不是孤立的。幽夜里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边境衰败的根源，也是重塑生机的希望。天脉络，你竟然窥见了天地脉络之境，不可能，可恨！天一亮，即刻去请张将军，就说根治边境痼疾，毕其功于一役的法子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将军请看，此三处乃我边境气运之核心枢机。若要治本，必须下猛药，彻底疏通这三处脉络，重整气运。疏通之后，果真能焕发生机，需时多久？一旦气血通畅，生机自然萌发，虽非一朝一夕可重现繁华，但足以稳住边境根基，断绝魔道窃取气运之途。短则1年，长则3载，此地气象必与今日截然不同。届时，将军固守边关，将事半功倍。好，本将就赌上这把，信你。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，本将只要一个结果，毕其功于此役，还我边境一个安稳。洛星谷之地脉异动，虽是侥幸，却也揭示了一种可能：气运流转，并非无迹可寻。这天地之间是否存在着如同人体经络一般的气运脉络脉异动？果然如此。这几处枢机犹如人参药穴，古祭坛如百会，龙脉分支如督脉，水府灵窍如涌泉。如今这些药穴淤塞受损，乃至整张气运网络运行不畅，边境焉能不衰？若能修复这三处枢机，疏通这些气运脉络，岂不正如疏通人体淤塞的经脉？一旦气血通畅，生机自然焕发。虽不能立刻逆转乾坤，但足以稳住根基，甚至让边境气运逐渐恢复流转。以点即面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或许正是那条能让我毕其功于一役的途径。将军，属下连日勘察，发现边境气运衰败与几处关键地脉输点淤塞有直接关联。若能设法疏通此地古祭坛，稳固此段龙脉之系，清淤引活此方水府，或可从根本上改善边境环境，稳固关防。风水地脉之说，玄之又玄。不过洛星谷之变后，你所言似有几分道理。你需要什么支持？无需大军行动，以免打草惊蛇，只需准许属下带少量可靠人手，以勘察地形、修缮古迹为名，前往这几处地点进行尝试。成败与否，尚需验证。准了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。需要人手物资，报与王参军调配。谢将军。地脉输点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处输点关联水气，若能疏通，或可缓解关内干旱。但此法引动地气过于刚猛，稍有不慎，恐伤地脉根本，难啊！气运之道，在天亦在人。
地脉为基，人心为引，聚沙成塔，激流成海。引众生微末之愿，共鸣地脉本源，非强取，乃导引，以人心之诚，补天地之缺，固本培元，方为长久。那是梦，不对，先祖传承是了，定是我连日钻研地脉气运，触及关键，终于引动了灵魂深处沉睡的传承烙印。这法诀并非强行抽取地气或愿力，而是引导共鸣，温和而持久，正好解决了碑文上那个难题。此法若成，修复地脉枢点绝非空谈。将军，苏姑娘，根据李运连日勘察，边境气运衰败与几处地脉枢机淤塞或受损有直接关联，欲要改善局势，需从修复这些枢点入手。修复地脉谈何容易，需多少人力物力，又如何防止妖族趁机发难？张将军多虑了。小女子虽人微言轻，却也知唇亡齿寒之理。若此地气运得以改善，与我关内百姓、戍边将士，乃至关外的生灵，皆有益处。只是不知李大人具体有何良策？李运提议以此立风谷枢点为始进行尝试，此枢点影响范围恰涵盖双方部分区域，且地处荒僻，不易引发直接冲突。修复之法，李运已有几分把握，但需双方协力。哦，如何协力？请将军派遣熟知地理、精通工事的工匠，依古法整治山川形胜，疏通地气通道。请苏姑娘以及您身后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蕴含灵气的食材，或是懂得稳固地气的异兽相助，弥补人力之不足。由李运主导，尝试引动地脉归位。此举风险不小，若成如何？若败又当如何？若成，避风谷新生之灵机由双方共享，此地可成为缓冲带，亦可作为未来若有可能进一步合作的基石。若败，所有损耗由李运一力承担。此举意在验证此法可行性，于双方皆无损根基。李大人此举大气，既能验证修复地脉之可能，又能惠及双方，更不损彼此实力。于情于理，我代表关外的朋友们，没有理由拒绝。此事我应下了。好，既然苏姑娘如此深明大义，本将亦非迂腐之人。李运，此事便由你全权负责，所需人手物资尽可调配。谢将军，谢苏姑娘，李运必当竭尽全力。苏姑娘麾下这些佣兵倒是好力气。张将军麾下的工匠亦是技艺精湛。地脉有灵，听吾号令，众生愿力化为甘霖，导气归元，复其清明。吃。灵泉是灵泉复涌了，地气变得好舒服。李大人成功了。
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。隐地脉剧院里，李韵啊李韵，你倒是每次都让本座惊喜。此水干裂，蕴含灵机，长期饮用对士卒强身健体，甚至感悟气感都大有裨益。李运此举功在千秋。此股新生灵机与我族中幼崽筑基灵植生长，亦是难得不易。看来这合作之意确实走对了路。将军，苏姑娘过誉，地脉初通，灵机方生。眼下之意仅是开始，若能持之以恒，细心维护，假以时日，此地或可成一方灵秀之地，惠及双方。李大人，按您的吩咐，取水有时，灌溉有序，谷中植被长势极好，弟兄们轮值在此修炼，感觉进度都快了几分。就是什么？就是偶尔有几个弟兄反映，在泉眼正下方打坐时，时间稍长，会觉得心口有点发闷，似有寒意。但离开那片区域就好，可能是个体差异，或是地气尚未完全平和。地脉初定，气机未稳，有些许不适也属正常。传令下去，近期修炼莫要过于靠近泉眼核心，先在周边适应为宜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李大人还在为这灵泉操心，我看一切顺利，谷中气象日新，你该放宽心才是。苏姑娘，灵泉复苏固然可喜，但地脉连通，气运交织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观此地灵机流转，虽大体蓬勃，然核心处似有一丝极微弱的凝滞之意，不可不察。凝滞，我并未察觉。李大人是否过于谨慎了？或许是地脉自行调整的常态波动。或许吧，但愿是李某多虑。只是气运之道变幻莫测，还需时时留意，防微杜渐。既然李大人如此说，我会让手下人多加留意谷中异常，谨慎些，总无大错。兵士们的感应，苏燕也未能察觉，都说明这异常极其隐蔽。若非我身负官气之能，又与地脉有感应，绝难发现。这绝非自然现象，这感觉如同美玉生霞，看似微小，却可能侵蚀根本。必须尽快找出这异常根源。否则，这新生灵泉恐成祸根之源。枯木逢春，灵泉复涌，人妖携手，共创生机，真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卷。只可惜，最美的花朵，往往扎根于最污秽的淤泥，最绚烂的希望，破碎时才能诞生最极致的绝望。去吧，小宝贝，潜入那新生的灵机之中，扎根于地脉之源，无声无息，侵蚀扭曲，共生。待你汲取足够的生机与愿力，便是这虚假繁荣崩塌之时。一儿等这心血，养我之魔胎，待魔胎成熟反噬之时，这新生灵脉将成为污染之源，所有依托于此的生灵气运，皆会堕入混乱与腐朽。人妖两族的心血，终究是为我做嫁衣，此计方可称得上釜底抽薪。李运，好好享受你这短暂的成功吧。当你发现自己亲手复苏的生机正在孕育着毁灭时，那表情一定精彩绝伦。
李大人，这片苗子颜色好像比旁边的深一点点，长得也好像慢一丁点。老汉，我眼神不好，也不知是不是看错了。老丈观察仔细，灌溉水源可有不同？都是一样的水，都是从新泉眼引过来的。好，有劳老丈继续留意。苏姑娘可曾觉得近日谷中生灵似乎比往常活跃些许？经李大人一提，似乎确有些微不同。靠近泉眼的鸟兽鸣叫略急，草木气息也稍显躁动。不过地脉初通，灵机勃发，生灵受此滋养，有些许反应也是常理。苏姑娘不觉得这反应过于急促了些，不似滋养，反似不安。李大人多虑了。新生灵机如潮汐涌动，有些波动再正常不过，此乃生机旺盛之兆。或许是吧。苏燕有所察觉，却归因于地脉波动，可我隐隐感到有一丝异样。会是他吗？就是这里，灵机流转时，那股异样之感又出现了，如清风过隙，却留下蛛丝马迹。问题是在哪里呢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辅帝使李运秉承天意，勤勉王室，于铁壁关勘察地气，导引灵机，卓有成效。今立风谷，灵泉富有，边境气运初显祥和，实乃社稷之幸。特擢升李运为从五品上游骑尉。仍领辅帝使职，赏灵石1000颗，锦缎100匹。关隘守将张烈献一方，4金100两，犒赏3军。钦此。众人臣等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有劳使察，还请回禀陛下，铁壁关将士必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声望。李大人，陛下还有几句私房话。臣恭领圣谕。陛下言道：年轻之法，于国有功，当代为推行。然朝堂之上，非议之声未止，何以见容一组之力议事，颇多微词。望行秉持中正，把握分寸，勿受人意。功过之间，清当自省。臣谨记陛下教诲，定当恪尽职守，秉公行事。大人，从5品上游即位，这可是连升数级，还有这许多赏赐。陛下对您真是恩宠有加。恩宠越重，期望越高，盯着我们的眼睛也越多。王参军将这些赏赐分作3份，一份犒赏此次参与攻城的将士，一份入库备用，另一份备下，日后或有他用。属下明白，只是陛下说的非议，意料之中。与妖族往来本就敏感，我等但求问心无愧，稳固边防即可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确保立风谷灵机平稳，并将此法完善，以备推行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树大招风，陛下虽支持，但朝中阻力不小，与苏燕的合作需更加谨慎。眼下立风谷那厮异状未明，才是心腹之患。听闻李大人高升，恭喜了！看来我族此番合作也算是为人族立了一功。苏姑娘说笑了，功在将士用命，地脉垂青，至于合作，互利互惠罢了。只是经此一事，关注此地的人更多了，你我行事更需周密。李大人是担心有人借题发挥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尤其是谷中灵机初定，尚需稳固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猜疑。我明白，我会约束手下，绝不在此生事。也希望李大人能确保此地安宁，莫让我族心血白费。自然，荣誉背后是更大的压力。朝中非议，边境隐患，尤其是那灵泉深处的异状如鲠在喉，必须在问题爆发前找出根源。李运，出事了。关外东南30里，3个村庄，还有一处妖族的小型聚集地，几乎同时爆发怪病。即患者并非寻常疫症，而是精气神莫名衰败，药石无效，已有数十人倒卧。更麻烦的是，流言四起，都说是立风谷的新生灵泉带有不祥，才引来了这吸人精元的怪病。发病范围、症状完全一致。正是，人族村落和妖族聚集地同时发病，症状一模一样，这太蹊跷了。绝非偶然，也绝非灵泉不祥。灵泉生机盎然，何来吸人精元之说？此乃有人故意散布谣言，混淆视听。李大人，想必你也听闻了，我族那处小聚集地也未能幸免，族人莫名衰败，与附近人族村庄症状无异，流言直指灵泉，你如何看？苏姑娘，
灵泉若有问题，首先受害的应是长期驻守谷中的将士，而非数十里外的村落。况且人妖同时发病，症状一致，这分明是同一源头所致，目的就是为了嫁祸灵泉，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暗中下手？八九不离十，而且此意非同寻常，非毒非蛊，专是精气神，这等手段绝非寻常修士或妖魔能为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必须亲自去疫区查看，唯有找到病源，才能破除谣言，化解危机。大人，别再往前了，这病邪门的很，沾上就倒，肯定是那新泉眼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老伯莫慌，本官奉旨府地，正是为此事而来。灵泉乃祥和之物，绝非病源，让我进去查看，方能找出真凶。大人，奇怪，脉象虚浮无力，并非中毒，也非风寒湿热，倒像是精气被硬生生抽走了一般。果然，患者眉心萦绕着一丝极淡的灰气，充满腐朽吞噬的意味。这气息与立风谷灵泉深处那丝阴寒同出一源。温病元气与灵泉深处的阴寒同源，所有线索都指向立风谷。是了。那隐藏的毒手并非直接破坏灵泉，而是将某种恶毒之物种于灵机源头，借灵机流转，将毒力扩散至周边区域。人妖皆依赖此地新生灵机，故同时受害，好狠辣的计策。一石二鸟，既破坏和平，又毁了灵泉声誉。问题果然出在根源，那魔女定是他所为，必须尽快清除那隐藏的魔幻。将军，疫病源头并非灵泉本身，而是有邪物潜伏于灵泉核心，借灵机扩散毒力。人妖同时受害，便是铁证。什么？邪物潜入灵泉核心？李运，此话当真？你可有证据？患者身上残留的邪气与灵泉深处一丝隐晦异动同源，此非寻常疫病，乃精妙邪术所致。若不根除源头，疫病恐将蔓延，边境刚有起色的局面将毁于一旦。此事体大，若真如你所言，该如何应对？灵泉核心岂是轻易能动？末将请命，再入立风谷，设法找出并清除那邪物，唯有如此，方能平息疫病，破除流言。好，本将准你所请，需要多少人手？何种物资？尽管开口。关内一切资源任你调动。苏姑娘，疫病根源我已找到线索，却与灵泉有关，有邪物寄生泉眼核心。果然如此，是何邪物，竟能瞒过你我感知？其性极隐，非魔非妖，擅长伪装，与灵机几乎一体。我需要进入泉眼深处探查，或许会引发灵机动荡。需请姑娘助我一臂之力，稳住外围，以防不测，并阻止任何人靠近。好，我会亲自带人在外围布防。你需要多久？短则半日，长则一夜。期间无论谷中有何异动，未得我信号，切勿入内。小心。魔种定然藏在这灵机最核心处。找到了，竟是如此阴毒之物，以灵机为食，散播衰亡，难怪难以察觉。公主，谷内气息似乎有些不稳。晋升，守住此地，未有礼运信号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可恶，此物已与地脉共生，蛮力轻推，灵泉必毁。必须找到其他方法，或许可以尝试引导，以其之道还施彼身。王参军，传我命令，调一队精通土木工程的工匠，再选20名手脚麻利、口风紧的士卒，即刻前往立风谷。大人，灵泉工程不是已竣工了吗？这是要……灵机出身，流转未臻圆满。我欲借古法布设一座9宫聚灵阵，进一步疏导地气，稳固灵脉根基。此举可令灵机更甚，惠泽更广。原来如此，属下立刻去办。魔种深植，贸然触动必遭反噬，唯有以朕所欲，暂缓其势，隔绝其害，再从长计议。
李大人这阵法布局真是精妙复杂，闻所未闻。是啊，每个点位都要求分毫不差，大人亲自校准，一丝不苟。九宫一位，灵枢所缘，阵起。成了，此阵虽不能根除魔种，但足以将其暂时困住，延缓其成长，阻止魔气继续扩散。希望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。大人，您脸色很差，布设此阵消耗太大了。无妨，阵法已成，谷中灵机当可更趋平稳。传令下去，阵法核心区域列为禁地，未经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幽夜里，你应该已经察觉了吧？下一步你会如何应对？什么人？退下，本座与你们李大人有私话要谈。你们先退到谷外等候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进来。啧，九宫锁灵阵，小郎君真是好手段，好心思。表面汇聚灵机，实则画地为牢，是想困住姐姐我，还是困住我的小宝贝？阁下在说什么？李运听不懂。此阵只为稳固地脉，逆转气运。哼，还在装傻？你费尽心机布下此阵，不就是为了隔绝魔种气息，延缓其成长吗？可惜啊，你低估了他，也低估了我。你想怎样？简单，立刻撤去这阵法，然后乖乖跟姐姐回魔域。只要你顺从，我保证这灵泉安然无恙，此地人妖亦可平安。我不答应的。那我现在就引动魔种，让它彻底爆发。届时，这灵泉瞬间化为魔窟，所有依赖此地灵机的人、妖，皆会魔气侵体，生不如死。你苦心经营的一切，立刻灰飞烟灭。小郎君，是牺牲你一个，保全大家，还是拉着所有人给你陪葬？你自己选。好，我答应你撤阵，然后跟你走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才乖嘛。但我需要1刻钟时间。还想耍花样？此阵与我心神相连，仓促撤阵，反噬非轻。我需要时间平稳收工，以免伤及自身。另外，我需交代几句后事，安排手下撤离，免得他们不明就里冲撞了你。也罢，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。就给你1刻钟，1刻钟后，若阵法未撤，或者你有任何异动，哼，后果你知道。硬拼必输，唯有诈降。幽夜离注意力全在阵法和我身上，此刻是唯一传递消息的机会。苏嫣、张将军，希望你们能看懂。不好，李运有难，魔种前种全眼，幽夜离现身胁迫，李运假意顺从，欲引蛇出洞，里应外合，1刻钟后动手。什么魔种？快点击军马，立刻驰援立风谷！将军且慢，大队人马动静太大，恐打草惊蛇。你率精锐结阵守护全眼核心，防止魔种爆发。我带族中好手暗中潜入，配合李运擒魔。好，就依苏姑娘之言，动作要快。时间到了，小郎君，开始吧。如你所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动手！结阵护住全眼。李运，你敢骗我？阵转，困魔。可恶！苏姑娘，逼他交出控制魔种之法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明白，魔女，术士撤旗。凭你们也想擒我？做梦！成败在此一举，必须在他狗急跳墙、彻底引爆魔种前将他拿下。无中，想擒我，那就一起毁灭吧。不好，他要引爆魔种，快退！
稳住，结阵抵御魔气。小心，这魔气能侵蚀心神。此地已成本座送给你们的魔域。李运，看你如何救这满谷生灵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魔气，这魔气，灵泉变成魔蛛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还是晚了一步。李月，魔气蔓延太快，必须阻止源头，否则不出1个时辰，此地将化为死域。李大人，何有良策？数月星雪将士性命，两族和平的希望岂能毁于一旦？血气，猪啊！那是什么？好神圣的气息。朕李运，你怎么样？李大人，此法可能持久。法相虚隐，难以持久，至多以炷香。必须趁此机会根除魔种根源，否则前功尽弃。如何根除？魔种因与地脉纠缠，强行摧毁，灵脉必毁。魔种核心已与新生灵机彻底融合，蛮力清除等同自毁灵脉。有了移花接木，需以自身为引，寻至间至静之气为容器，引导魔气转移，但施术者凶险万分。为我护法。时息之内，不得让任何魔气靠近我身。好。气息虽弱，但性命无碍，魔种似乎被清除了。以身为引，移走魔气，他竟真的做到了。灵泉虽毁，地脉未绝，尚有一线生机。此夜多亏了他。末将张烈恭迎陛下圣驾，末将无能，致使边境生乱。末将劳陛下亲赦险地，罪该万死。张将军请起，魔患突发，非战之罪。朕此行正为安定人心。李爱卿何在？伤势如何？回陛下，李大人在营帐内静养，伤势已稳定，但元气大伤。待朕去见他，其余人等各司其职，加固关防，不得有误。
臣等遵旨。陛下，您怎么？躺着，不必多礼。陛下，您以龙气为臣疗伤，这……你为社稷舍生忘死，朕损耗些龙气算什么？伤势如何？谢陛下关怀，只是耗神过度静养些时日便好。可惜那灵泉，带朕去看看。地脉虽损，根基未绝，李爱卿保住了最后一线希望，实乃大功。朕在此以黄道龙气立誓，力助此地重现生机，人族疆土寸土不让，任何邪门外道休想撼动分毫。张将军，众将士，陛下万岁！誓死捍卫疆土。人皇气度，苏嫣佩服。爱卿此番受苦了。臣分内之事未能防患于未然，致使魔种爆发，有负陛下重托。不，你做得很好。若非你全力挽回，此地早已化为魔域。经此一役，妖族亦见识到我人族决心。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地脉需缓慢恢复，当务之急是巩固与妖族关系，防止魔族卷土重来。正合朕意。待你伤势稍愈，便与朕一同，与那位妖族公主好好谈谈这未来格局。苏嫣公主，此番魔幻我两族皆受其害，亦曾并肩而战，可见纷争内斗只会令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人皇陛下所言极是，幽夜里此番阴谋意在挑拨使我们两族相争，魔族坐收渔利。若非李大人洞察先机，舍身相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族愿与人族摒弃前嫌，共御魔灾。陛下，公主，魔种虽除，隐患未绝，欲长治久安，需从根本上稳固此地气运。李运提议，可借此契机订立盟约，约定双方共护地脉，同享灵机，止息干戈，互通有无。李爱卿之意，公主以为如何？可以。不过盟约须有保障，不如以此立风谷为中立之地，设为双方共管之区，共御灵脉，作为盟约基石。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驻军，亦不得破坏此地灵机。可以。此外，双方需设立常设联络之所，及时沟通，共商应对魔族之策。边境贸易、人员往来亦可逐步放开。自此，人妖两族化干戈为玉帛，共护此界安宁。愿盟约永固，灵机长存。唉，暂时平息了，希望能换来一段真正的和平吧。李大人，此番多谢了。若非你，两族和平遥遥无期。公主言重了，和平乃大势所趋，李运只是顺势而为。此事后，魔族内部主战势力大挫，幽夜离短时间内应无力再兴风作浪。只是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留在此地继续抚育地脉？此地根基已定，自有后来人。我或许该歇歇了。大人，大喜事！您的功绩和盟约内容已传遍天下了，现在外面都在传颂您的名号，称您为气运圣师。圣师？胡闹！我何德何能敢称圣师？不过是尽本职而已。大人，这是天下人对您的敬仰啊！如今您名声之盛，甚至虚名类人，王参军替我回绝一切宴请和拜访，我伤势未愈，需要静养。是，属下明白。陛下，边境事宜已暂告段落，盟约初定，臣伤势需长期静养。恳请陛下准臣卸下辅帝使之职，归京调养。圣师之名响彻天下，此刻正是你大展宏图之时，为何急流勇退？陛下明鉴，臣本非经世之才，偶通些许气运皮毛，实属侥幸。此番历经生死，更觉才疏学浅，心力交瘁，
慎师之名，臣万不敢当，亦非臣所愿，只求一安静之处，读书养性，了此残身。朕知你性情淡泊，不慕虚名，罢了，朕准你所请。回京后，朕赐你一处清静宅院，准你安心静养。然朝廷若有疑难，朕仍需你出谋划策。谢陛下隆恩，若有所需，臣定义不容辞。林兄弟保重，铁壁关永远记得你的功劳。大人一路保重，诸位保重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气运圣师，谁能想到我最初只想在这世界安稳的摸鱼度日呢？折腾了这么一大圈，差点把命搭上。陛下边境气运已初步稳固，盟约已立，大局已定。臣李运恳请陛下准臣辞去一切朝廷官职。李爱卿为何突然请辞？可是朕何处安排不周？还是朝中有人非议你之功绩？朕心甚慰，正欲大用。陛下厚爱，臣感激不尽。非是陛下或朝臣之故，乃臣之本心所想。臣性喜闲散，向往山水之乐，于庙堂之高，全是并无眷恋。爱卿可知，你身负调和气运之能，于国于民皆是瑰宝。朕若放你离去，乃是天下损失。陛下气运之道，贵在自然，强溜于朝，犹如笼中之鸟。非但不能注意气运，反可能因臣心不自在而生之色。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朕若强留你，反倒落了下场。李运听风，虽准你辞官，然你之功不可不赏。赐你丹书铁券，黄金万两，灵财宝药若干。准你建军不败，出入宫禁自由。臣李运谢陛下隆恩，陛下知遇之恩，李运永世不忘。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真要走了？此间事了，想去四处看看，有缘自会相见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你这一走，不知何日再能相见。苏姑娘保重，妖族与人族和平，还需你多费心。我会的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小郎君这就功成身退了，倒是潇洒。幽姑娘别来无恙。你坏了本座好事，就这么走了？有趣，李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恩怨暂了，接下来该为自己活了。老张，听说没？上游那个干了好几年的老泉眼，前几天突然又出水了，怪事啊！可不是嘛，都说是不是有啥祥瑞，可也没见着啥特别的。我听说啊，就前几日，有个外乡的先生在那泉眼边坐了半天，看了看，摸了摸石头，也没干啥，第二天泉就活了。你们说神不神？这井水越来越浅，草场都快没了。爷爷，会不会有神仙来帮我们啊？老张，这井脉络未决，只是有些淤塞，我帮您看看。哎呀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，您真是活神仙啊！举手之劳，老丈不必客气，好好珍惜这水源。哎，今年颗粒无收，可怎么活呀？这位老哥，此地水脉已退，土地虽受损，但底子尚可。若改种些耐涝的作物，勤加翻耕，明年会有转机。先生懂农事，略知一二，可试试此法。齐了，我走南闯北，最近老听说些怪事，不是枯井复活，就是平地转肥，还总有个布衣先生的影子。我也听说了，
都说是个年轻先生，不爱说话，但所到之处总能给当地留下点好处。有人猜是不是那位辞官归隐的气运圣师李运大人？嘘，慎言。不过要真是他，那可真是在世活神仙了。不鞠躬，不留名，这才是高人风范啊！李运的传说在民间悄然流传开来。黄道法自然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强行干预，如同揠苗助长，虽见效快，却损根基，顺应其势，引导其向善向上，方是长久之道。所以就该先流到我家的田，我家都快旱死了。凭什么？我家就在上游，你不该疏漏。二位且看，若在此处稍加疏通，再顺势挖开一道小渠，水流自然分润两家，岂不比争抢更好？水利万物而不争，人心若能顺其理，纷争自然平息。原来如此，气运并非死物，乃是身灵万物活动的总和。我之前总想掌控调理，实则狭隘。真正的道是融入，是顺应，是激发其内在的生机与向善之力。我身负气运，不应是主宰，而应是媒介，是催化剂，让该生的生，该息的息，各得其所，便是最好的调理。这位先生看起来气色真好，精神头十足，跟山里的神仙似的。老哥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介游人罢了。这山色好，人心静，气色自然就好。陛下，东海郡守加急奏报，月前有一布衣男子现身海滨，恰逢风浪滔天，渔人不敢出。那男子临海而立不过半日，风浪自息，渔民皆言那黑影潜踪。此后半月海晏河清。布衣临海，风浪自息，是他惯常的手段。不着痕迹，润物无声。东海郡今年渔获，想必丰饶。陛下圣明，只是朝中几位御史风闻此事，欲上表请奏，寻访这位异人，延揽入朝。不必，天地之大，自有其道，强求反失其真。传朕口谕，东海郡今年赋税减半，与民休养。至于那位异人，由他去吧。公主又在看那人族边境，如今两族盟约稳固，贸易畅通，我族获益良多，皆是公主之功。君是过奖。若非有人当初力挽狂澜，奠定基石，何来今日局面？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公主所指是那位已归隐的气运圣师吧？近日西域传来消息，大漠深处竟有新的小型绿洲显现。据闻有一旅人身影曾现其间，点拨了当地一支濒临消亡的沙族部落，使其寻得水源，重现生机。描述之相貌与那位颇为相似。哦，他倒是逍遥东海观潮西域种树，或许下次听闻他便在南疆救死扶伤，或是在北原赏雪论道了。他本就不属于庙堂或某一方势力，天地是他的道场，众生是他的功课，这样或许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只要知道他还在这片天地间行走便够了。尊主探子回报，人族境内气运昌隆，妖族亦无隙可乘。主战派几位长老近日对您先前失利的指责之声小了些。指责？他们除了会叫嚣，还能做什么？李运此人确实打乱了本座不少布置，不过也让本座看清了许多事。强攻掠夺看似迅猛，实则后患无穷，易遭反噬。
既然此路暂时不通，或许该换种更精巧的法子了。传令下去，暗中研究如何引导魔域自身地脉，或者找更隐秘的方式来滋养我魔族气运。按我说的做，本座行事，何须向那些老顽固解释？李运，算是给本座好好上了一课。这盘棋还远未到终局。话说那气运圣师李运李大人功成身退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有人说他在东海降服了兴风作浪的蛟龙，保一方平安；有人说他在西域大漠点化绿洲，救了万千生灵。要我说，指不定呢，他此刻就听着咱们唠嗑呢。老张头，你就吹吧。嘿嘿，信不信由你。圣师所在，地灵人杰，咱们这地界啊，日子是越过越红火，保不齐就是沾了圣师的福气哩。云聚云散，风来风去，何处是根？何处是家？天地为炉，心安即是归处。喂，你是谁呀？怎么睡在这里？我爷爷说山里有神仙，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个走累了歇歇脚的过路人。谢谢你，落路的大哥哥。你从哪来？要到哪里去呀？从来处来，到去处去。快回去吧，日头偏西了。曾几何时，只想觅处桃源，摸鱼度日。阴差阳错，曾卷入漩涡，历经生死，调和三族。如今回首，那段波澜壮阔，并非歧路，而是必经之途。若无那些挣扎与守护，何来今日内心真正的平静与逍遥？气运甚师，虚名而已。守护这片天地生灵的安宁喜乐，方是初衷。如今女帝治国有方，国泰民安，人妖两族和平共处。即便魔族，似乎也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。我的道不在庙堂，不在江湖，就在这云卷云舒之间，在这生生不息的天地自然之中，无为而无不为。